圣火代表彭正明啊，但是他的英文名字拼错了。看到了彭正明这张图的时候，青鸟是乐呵了，哇！讲万安，讲不安，讲烂安。结果呢，民事误职，骂了一整天之后，迎来一个超级大翻车。网友现在有一个对句叫“一龙二凤三万安，四边包神不打洞”，莫名其妙，这么无聊的事情，竟然可以拿来酸了老半天，还酸错，有市府又背锅，又翻车。绿媒会道歉吗？不会道歉，超级没水准。用中国的龙门调，用中国的技术，用中国的船，是中国的央企，这不舔共吗？舔共舔这样是对的吗？陈其迈最爱用中国货啊，高雄没有辉达，青鸟上辉达，因为舔共在台北，结果呢，高雄港已经不是舔共了，是直接入共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事端开始了，民事是转播单位，圣火代表变成林玉婷，这个是恰恰彭正明，圣火代表彭正明，但是他的英文名字拼错了，应该是误植啦。青鸟呢骂了一整天啊，很凶狠，结果呢骂了一整天之后，迎来一个超级大翻车。民事在当晚的时候公告，今日世壮运开幕典礼转播过程中，因工作人员作业疏失，将彭正明先生英文名称拼音误植成林玉婷女士的拼音，对彭正明先生、林玉婷女士及世大运大会呢造成困扰，我们深感歉意。我们已检讨内部流程，强化审核机制，以杜绝此情况发生。感谢各界指正包了，也再次对造成不便致上诚挚的歉意。民事误植，当时呢第一时间看到了彭正明这张图的时候，青鸟是乐呵啦，哇！讲万安，讲不安，讲烂安。你以为青鸟骂完了，想说默默的装死也就过了，对吧？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在我的 trade 上面酸了这件事。酸完之后呢，没想到有青鸟坚持不下车，还在我的 trade 上面飞来飞去。那我就讲了这件事情啊，就这个 Yes 8888准确的字幕流程一定是主办单位提供资料，电视台制作，主办单位再核对，所以谁帮谁背锅。这个是运动赛事事前的字卡，这一些东西是电视转播单位要自己去制作的。更重要的是，民视自己都说这叫内部流程，强化审查机制，杜绝类似情况。民视从头到尾说是他们内部的问题，坚持要说主办单位就是台北市嘛，北市府的责任，自我自洽。我就酸他，我说你是做过电视台吗？不懂还瞎扯一通，好歹也有点基本行业认知吧。他竟然回我有30多年传媒经验，至少带过2个电视台，合作电视台超过20家，政府表演也做过很多，这样够吗？问题是他是脑子有洞吗？第一个这是直播大哥，这个字卡是转播方要自行制作的，市府方是把这个东西包给了电视台，电视台进行转播，内容制播呈现，市府会有一个预先的一些规范，但是呢，在规范里面，你如何去执行，如何去制作字卡长什么样子，虽然市府方会提出一下他们的建议，但大体来说还是依照承包方去进行。他肯定不懂电视台的流程，虽然我不做过电视台，但大家也知道我天天跑电视台，所以我非常清楚转播，而且我认识很多主播是会转播体育赛事的，他们转播体育赛事的过程都聊过，所以我很清楚电视台的一个流程，他们怎么做。我也认识很多制作人都做过体育赛事。30年传媒业，你是在哪个传媒啊？他说至少待过2家电视台。那你是待过哪个部分呢？你待的是政论节目、新闻节目、综艺节目，什么节目？那是不一样的。我严重怀疑他是做综艺节目。第一个30年传媒经验，如果你还在电视台，基本上都升到一个很高的咖位了。待过2家电视台，30年只待2家电视台，那这个人一定是老媒体。但是如果他是老媒体，他会不知道电视台转播这个内容吗？20家电视台，新闻台就没20家，哪来20家电视台？肯定是出来开制作公司。那什么样会合作超过20家呢？就是制播各种单元小剧，或者是制播各种综艺小节目，才会合作这么多家电视台。政府也做过，所以代表什么？他不是真正深度做过电视台的。下面当然很多人就酸他啦，听你唬烂，你根本不知道直播制作的方式，审字卡就不是制服的工作，字卡事先根本市府不会审，而且它是整套转包，出包是你电视台要担啊，你自己要准毁你的商誉啊。什么东西的字卡会是电视台会去看呢？综艺节目会把你的片带着审过才会正式播出，哪怕是政论节目用录影，基本上落带也是顺过一次而已。甚至很多电视台为了求时效录影，他们基本上是当下弄完打成一包出去，也没什么机会审查。你讲错，顶多把你卡掉，没有什么更正的机会。这个家伙从头到尾在瞎扯一通。那问题是民视已经说是内部流程，这个根本跟市府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青鸟就是这样哦，常常会把自己讲的雄壮威武，所以是电视台内部呢在做字卡的错误，然后就现在呢鬼扯半天啊，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总之姑姑不想下车那是他家的事情。更
好笑的事情是昨天呢疯传说有台北人可以告诉我四边包神不打洞是什么意思吗？我是高雄人，原来是有一个四大运的一个广告牌子，上面错印了四边包神不打洞，就这么短的一行字哦。青鸟攻击整晚哦，然后还有人特别就说四边打洞，车边加强，包神真的很夸张哎，厂商的备注直接输出，因为太夸张了，我还以为是什么我不懂的成语或双关，而且这张海报不是只有这里才有问题，高雄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因为你们有个好市长，一边骂台北市长，一边吹高雄市长，连这个政论节目都来了。网友现在有一个对句叫一龙二凤三万安，四边包神不打洞，就这么无聊，一个四边包神不打洞印在的那一张帆布上面，就拿来疯狂的酸。台北市建管处就去找了半天，说奇怪，我们没有这张广告看板啊，这在哪里呢？竟然是民间自制看板，台北市的某建案建商他们自行印制的就贴上去。台北市政府有一个方案指出啊，2025年台北市创意期间宣传广告推广期间，辖内施工中的建筑物厂商可以考量风压等施工安全与市容的前提之下，以围篱等空间宣传城市正式。因为工地的承包商在施作的时候去委印给外部厂商印的时候，他们误植了，不是市府发包委办 BOT， 跟市府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市府根本没有权利去监督这个事情，市府只能去居中联系，哎呀，营造商啊，你们那个帆布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撤下来？绿媒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也不查证不求证，反正就是为了要酸而酸，为了要打而打。这对句有任何的押韵吗？四边包神有任何不打洞押韵吗？就只是为了要酸讲话。那怎么可以不查？网友现在有一个对句叫一龙二凤三万安，四边包神不打洞，莫名其妙，这么无聊的事情竟然可以拿来酸了老半天，还酸错，有市府又背锅，又翻车。绿媒会道歉吗？不会道歉，超级没水准。搞不好会不会是绿色故意把它印出包，再把它传到网络上，再往网络上就回烧，反正不会道歉。看到郑克爽说啊，施工厂商自己印错误，如果是台北市府发包的案子出包，绝对应该批评，但根本就连他们发包都没有关系，超级侧翼，绿营抹黑又翻车啊！这个根本是厂商自行印制，厂商印错，你有办法逆？那如果照这样的话，那随便一个来印错，全部都是讲完的事情吗？这么无聊的事情，竟然也在讲。这个是高雄港的新地标龙门吊，那这个龙门吊从哪里出口呢？中国福建出口。5月14号，平潭口岸金井港区台湾洲距1500T 龙门吊顺利整体装船发运作业，乘坐中原海运客运半潜船祥泰口驶向台湾，高137米，跨距103米，重4000多吨，是目前全国整机运发最高大的龙门吊。此次整装出运龙门吊相当于46层楼高2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该龙门吊建成后，将凭借其强大起重能力，成为高雄红毛港附近风电基础设备吊装核心力量，为当地新能源提供坚实设备支撑。用中国制造龙门吊，这是对的吗？可以用中国制造龙门吊吗？中国制造不用查吗？不会泄密吗？你用个小米机器人在家里扫地，你都会被泄密了。这龙门吊每天被吊，它不会把台湾海岸线的机密给泄露出去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新能源，民进党力推新能源，靠中国制造龙门吊。几年前台派才在高喊插着风机可以抵抗解放军登陆，你现在用中国制造龙门吊去插海上风机，请问你的风机插的稳妥，插的安定吗？会不会有暗装这个风机是假的，解放军的船开过去风机就倒了？再来，龙门吊你万一躲着解放军的弟兄呢？会不会龙门吊一到门一打开，砰砰砰砰砰，高雄港就被占领了？最可怕的是什么？来运送这个龙门吊，搭乘中原海运特运半潜船，属于央企，它还不是一般的国企地方企业，它是央企，只属于中国国务院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责任额啊，这已经不是国企啊，这国企里面最高一等叫央企啊，用中国的龙门吊，用中国的技术，用中国的船，是中国的央企，这不舔共吗？舔共这样是对的吗？陈其迈最爱用中国货啊，高雄没有辉达，青鸟上辉达因为舔共在台北，结果呢高雄港已经不是舔共了，是直接入共啊，会不会青鸟看到这个说哦不是啦，这个是 Costco 啦 Costco， 拜托拼音不一样好吗？大哥，妥妥的舔共啊，民进党是最大舔共仔，好处他自己要拿，人家做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舔共你老母啦共，你可以让中国船进入到台湾的24海里吗？12海里吗？你可以让中国的船到了高雄港附近吗？抓起来了吧，谁去定这个龙门吊的啊？共匪不该抓起来吗？他们来高雄红毛港引进这个绿能龙门吊风机龙门吊，他妈绿色最
舔共啊，舔爆啊！难怪今天要报了一个共谍案，又是民进党金马棚分署情治中心主任做到了分署主任，竟然也是共谍，又报共谍。所以你民进党是最舔共的，把编派情形案件管制性罪漏泄给中共，违反各司法国安法、贪污治罪条例，违反漏泄国防以外秘密罪，被裁定羁押，超大号共谍。民进党到底是怎样喊着反共抗中保台，天天被渗透，高雄港直接把龙门雕都请进来了，那太夸张了吧？真是舔爆，最舔共的就是民进党。所以如果民进党真的要叫绿共的话，叫什么？绿色舔共仔，简称绿共啊，那这样就合理多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有一天解放军打过来啊，民进党他妈的下跪跪舔翻牌，比谁都快。你还在想说，哎呦，战争要打来了，躲在家里面呢，低头。结果你家隔壁呢，乒乒乓乓一阵倒腾。我们隔壁不是那个民进党的党工议员、立委吗？怎么说这乒乒乓乓，他不怕等一下飞弹打过来吗？你贴着墙一听，原来在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你打开门一看，啊，你民进党什么时候变共产党啊？原来平常那个民进党旗是包在共产党旗外面，解放军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民进党旗撕下来啊，里面就是一张五星旗啊，绿色的，到时候卖台是第一名，当然是不归卖馆啊，因为这个是高雄港嘛。但是问题是，陈其迈为什么可以做事这件事情发生？基隆罢免案，当时罢团怎么说？如果谢国良没有被罢免，解放军就会从基隆港登陆啊。今天呢，解放军还不用登陆啊，解放军的龙门调先来了，那基隆港也不归基隆市政府管啊。可是民进党说基隆港归基隆市政府管了，千鸟说是啊，所以谁卖台？赖清德都说大公司要并购小公司，大公司要提条件啊，在他治下，台湾主权是可以割让的啊。